童小梅时常来家里看望萧炎培，萧春生正好给家里来信，萧艳秋很忙，拜托童小梅帮忙看一下那封信。童小梅激动地打开萧春生的信，萧春生在信里介绍了部队的生活。叶国华带着新兵连的战士们进行艰苦的训练，尽管萧春生拼尽全力，可总是和段磊差一点。萧春生心有不甘，叶国华鼓励他不要气馁。从那天开始，萧春生没日没夜训练，他不怕苦不怕累，直到累得精疲力尽也不肯放弃。齐天牢记萧春生的嘱托，对萧艳秋严加保护，萧艳秋不胜其扰。郭黑子和赵小慧结婚以后，郭黑子不放心，就派人偷偷跟踪他，结果被赵小慧发现。赵小慧回家找郭黑子算账，郭黑子向他赔礼道歉，赵小慧发誓永远不会离开他。郭黑子还是不放心，怀疑游泳教练对赵小慧图谋不轨，赵小慧让他找那天在场的萧艳秋取证。萧艳秋要去补习班学习，拜托童小梅照顾萧炎培。童小梅值完夜班，顾不上休息就来萧家，无意中发现萧艳秋精心打扮了一番，萧艳秋拼命掩饰。齐天一直在夜校门口等萧艳秋，没想到郭黑子也来找萧艳秋说点事。萧艳秋和夜校老师范建平两情相悦，范建平想向萧艳秋表白，突然看到齐天和郭黑子，他吓得赶忙闭嘴，埋怨萧艳秋不该和他们这样的人来往。郭黑子和齐天当面拆穿范建平有家有孩子，而且他老婆叫叶三梅，范建平已经3个月没给家里寄生活费了。范建平矢口否认。齐天揭穿范建平还和2个北京姑娘搞暧昧，就想毕业以后留在北京。范建平见状只好灰溜溜离开。郭黑子向萧艳秋打听赵小慧和游泳教练的事，萧艳秋证实他们俩没有任何关系，对郭黑子反唇相讥。随后萧艳秋还把齐天教训了一顿。童小梅来到萧春生的房间，想起萧春生鼓励她的话，童小梅顿时信心倍增。她每天忙得不可开交，不是去医院上班，就是去大学旁听，还要去照顾萧炎培。叶芳很心疼童小梅，陈红军却觉得童小梅多管闲事。陈红军想去竞选学生会主席，叶芳不同意，她胆子太大，不适合当官。陈红军和她据理力争，叶芳就是不松口，陈红军只好妥协。萧春生每天加班加点训练，直到累得精疲力尽。段磊对他刮目相看，还主动和他交朋友。萧春生给家里写信，绘声绘色讲述了他在军营的苦与乐。童小梅读给萧炎培听，萧炎培很感动。萧艳秋下班回来，给他做了西红柿鸡蛋面。童小梅很向往外面的世界，萧艳秋相信他大学毕业以后就能展翅高飞。萧艳秋想给萧春生写信，让童小梅去萧春生房间拿纸和笔。童小梅无意中发现萧春生在画架上摆着自己的书签，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。齐天除了打零工，就是来萧家帮忙干活，萧炎培对他充满感激。新兵连的训练很快结束了，叶国华给战士们放2天假，萧春生迫不及待去文工团找贺红玲。萧春生来到文工团，他和贺红玲久别重逢，激动之情溢于言表，2个人心里都有千言万语。因为部队有纪律，他们只能努力克制。贺红玲排练任务很紧，萧春生就去军区招待所等他。战友萌萌从窗户里看到萧春生，好奇他是不是贺红玲的男朋友。贺红玲矢口否认。贺红玲排练结束以后来找萧春生，2个人去旁边的饭馆吃饭。邻座有4个人，其中1个人是向南，他花5000元在腾冲赌了一块翡翠原石，打开以后是一块满催的上品。地痞贾涛听说那块石头能赚上百万，逼向南原价卖给他，向南坚决不干，他赌上了所有的家当，终于买到了这块石头。贾涛嘴上放他走，要对他杀人灭口。段磊和专业到刑警队的老战友战军也来这家饭馆，萧春生请段磊一起吃饭，战军有事先走了。饭后，段磊、萧春生和贺红玲一起回部队，迎面碰上向南被贾涛等人追杀。萧春生让贺红玲去报警，贺红玲坚持要和他在一起。那帮人手持棍棒对他们大打出手，他们奋起反抗，只因寡不敌众，段磊不幸受伤。有人拎着棍子要打贺红玲，萧春生奋不顾身冲上去替他挡了一棍子，鲜血从头上直流而下。贾涛不想恋战，让手下的人去追向南。萧春生、贺红玲和段磊死死挡住他们的去路，警察及时赶到，把帮人吓得狼狈逃窜。萧春生对贾涛穷追不舍，贾涛转身就捅向萧春生，萧春生当场把他制服，他手里的刀深深刺向自己的咽喉，当场气绝身亡。萧春生吓得当场晕倒在地，贾涛的手下甜瓜趁乱逃之夭夭。萧春生迷迷糊糊醒来，迫不及待想知道贺红玲的情况。当他得知贺红玲只是受了皮外伤，赶忙来病房看望他。经历了这次劫难，
萧春生和贺红玲都发誓再也不分开。叶国华闻讯赶来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就把萧春生教训一顿，埋怨他没有保护好贺红玲，害贺红玲受伤。叶国华对贺红玲嘘寒问暖，贺红玲极力替萧春生辩解。叶国华后悔自己没在场，错过了在贺红玲面前表现的机会。萧春生和贺红玲都表示会把段磊当生死之交。警察向萧春生、段磊和贺红玲了解了案发当天的情况，警方给萧春生定性为正当防卫，可他对贾涛的死无法释怀。贺红玲和叶国华都对他好言相劝。段磊来看萧春生，当场表态把萧春生当生死兄弟。萧春生觉得询问他的经常很面熟，段磊承认那是自己的战友战军。萧春生好奇贾涛他们追杀向南的原因，段磊打听到向南那块石头价值100万，贾涛的哥哥叫贾辉，他是黑社会的头子。段磊担心贾辉不会善罢甘休，他提醒萧春生处处小心。贾辉让人把贾涛的遗体安葬，他对甜瓜苦苦相逼，甜瓜也不知道那3个当兵的是谁。贾辉派人很快打听到萧春生、段磊和贺红玲在部队医院，就故意让人放出风，他扬言不会让萧春生活着离开昆明。战军来找萧春生和段磊商量对策，让萧春生做诱饵引贾辉出来，让段磊协助他，把贾辉和他的团伙一网打尽。萧春生担心贾辉不会自投罗网，战军连夜回去重新制定作战计划。叶国华买了很多补品来看萧春生和段磊，在大院里看到贺红玲，得知战军和他们俩谈话，叶国华就让贺红玲把补品转交给他们俩。贾辉打听到萧春生、段磊和贺红玲今天出院，他派大勇带人去医院蹲守。萧春生和段磊办好出院手续，他们和贺红玲匆匆告辞离开，就离开医院。战军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想把贾辉等人一网打尽。萧春生、段磊和战军一起来到长途汽车站，大勇带人气势汹汹赶来，他一眼就认出战军，只好放萧春生他们上了长途车。大勇和手下乘坐一辆大卡车，紧随其后跟上去。长途车出了昆明，萧春生仔细观察每一个乘客，很快发现前排的一男一女很可疑，怀疑他们是贾辉的眼线。萧春生故意大声和段磊讨论贾辉的事，断定贾辉不会来，让战军他们回去。战军明白了萧春生的用意，就和几个化妆成便衣的警察先后下车离开。长途车继续行驶，前面就到安宁，那辆大货车突然停在前面，贾辉和大勇等人拦在长途车前面，把萧春生和段磊带下来。贾辉举枪要杀了萧春生，没想到乘客中有便衣警察，他们把贾辉等人团团包围。战军随后带警察赶来，把贾辉等人全部抓获。贾辉才知道自己上当了。战军向上级汇报以后，上级派了各相关部门的人做了周密部署，实施诱捕贾辉的行动。萧春生和段磊配合他们完成了这次抓捕任务。段磊对萧春生的机智勇敢赞不绝口，他们俩因此受嘉奖。同学们私下对叶芳和陈红军议论纷纷，大骂陈红军是强罪犯。陈红军忍无可忍，就和同学们打了一架。叶芳埋怨他太冲动，陈红军很委屈，两个人一言不合就吵得不可开交，最后不欢而散。萧艳秋无意中看到齐天在工地干活，才知道齐天偷偷塞到他钱盒里的钱都是这么辛苦赚来的。萧艳秋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市局向萧春生了解贾涛的案子，部队特批萧春生来昆明。萧春生再次来看贺红玲，两个人有说不完的情话，发誓再也不分开。陈灿路过看到萧春生和贺红玲有说有笑，也没有打招呼就默默离开了。黄团长把贺红玲叫去谈心，一再强调战士不许谈恋爱。贺红玲矢口否认，黄团长提醒他要有前途为重，不要辜负团里的期望。新兵训练即将结束，连长让叶国华挑选一个精兵班带回去。萧春生发现战友们最近都玩命训练，孟金柱透露叶国华要挑选精兵班，还笑话萧春生和叶国华关系不怎么样。贺红玲听说被选到精兵班的战士有可能会提干，他期盼着萧春生能被选上。黄团长派贺红玲去新兵连体验生活，贺红玲自然求之不得。萌萌好奇贺红玲是不是和萧春生谈恋爱，贺红玲连连否认。贺红玲和刘干事奉命来到新兵连，今天是新兵连训练最后一天，叶国华当众宣布精兵班选拔的项目。孟金柱质疑为何没有5公里负重越野，认定叶国华是为了萧春生取消这个项目，这是萧春生的弱项。萧春生和孟金柱为此大吵一架。萧春生来找叶国华，让他加上5公里负重越野，叶国华劝他不要意气用事，萧春生不想因此被人诟病。萧艳秋把钱全部还给齐天，让齐天攒着这些钱将来娶媳妇。萧艳秋把萧春生的信给齐天，
鼓励齐天找个工作好好生活。齐天劝萧艳秋找一个好男人，不要再招惹范建平那样的人渣。萧艳秋顿时恼羞成怒，冲齐天大呼小叫。齐天对他好言相劝，萧艳秋才稍稍释怀。贺红玲听说萧春生要加上5公里负重越野，就来找叶国华为萧春生说好话。萧春生没日没夜练习负重跑步，贺红玲全看在眼里。贺红玲听说萧春生主动在选拔赛中加上自己不擅长的5公里负重越野，他连夜来操场找萧春生理论。萧春生不想落人口实，让战友们误以为叶国华袒护他。贺红玲在文工团兢兢业业，想早日提干，他就能和萧春生正大光明谈恋爱。萧春生竟然想放弃这么好的提干机会，而且也不想想叶国华怎么在部队立威。贺红玲越想越生气，狠狠数落了萧春生一顿酒，负气而去。当天夜里，叶国华睡不着觉，他考虑再三，还是去掉了5公里负重越野。他心烦意乱，就来到操场和萧春生一起跑步，两个人各怀心腹事。精兵选拔赛正式开始，战士们都严阵以待。萧春生和段磊并列第一，钱阿毛获得第2名，孟金柱荣获第3名。萧春生强烈要求加赛5公里负重越野，叶国华当众驳回他的提议。萧春生不甘心，要和段磊比试一下，还让孟金柱给他们当裁判。萧春生和段磊负重前行，一起到达终点，他们累得精疲力尽。孟金柱对萧春生心服口服，段磊也相信萧春生的人品，他不会为了进精兵班走后门。童小梅定时来给萧炎培量血压，萧春生正好给家里来信，他就读给萧炎培听。萧炎培得知萧春生凭借自己的努力进了精兵班，他的心里深感欣慰。童小梅的内心再次被波动，她也期盼着早日走出大院。陈红军参加学生会竞选，叶芳来给他加油助威。陈红军上台演讲，因为紧张说不出话来，叶芳举手为他加油，陈红军顿时信心倍增。他当众感谢叶芳的帮助与支持，还公开了他们的情侣关系。陈红军的演讲获得师生们的赞誉，他顺利当选学生会主席。军区特招一批外科医生支编，主任推荐童小梅参加考核，童小梅心里乐开了花。萧艳秋已经2个月没有开工资，家里都没钱了，他去找刘厂长要钱，刘厂长找各种借口推诿，让他想办法克服一下，还指出他最近总是迟到早退。齐天正好来厂里送货，他得知萧艳秋的难处，就把所有的钱都给他补贴家用。萧艳秋心里热乎乎的。萧春生收到家里寄来的红薯干，第一时间给贺红玲送来。黄团长好奇地打听萧春生是不是贺红玲男朋友，萧春生矢口否认，还连连解释他们俩就是发小。黄团长把告状的陈灿叫到一边训了一顿。萧春生为贺红玲解围，贺红玲很感动，答应将来会正大光明公开他们的关系。齐天来找刘厂长领运费，亲眼看到刘厂长拿着公款去打麻将，齐天狠狠教训了他一顿，让他把欠的工钱发了。有一个牌友认出齐天是鼓楼这一片的大哥，刘厂长吓得连连认错，他乖乖把萧艳秋的工资发了。萧艳秋让他把其他工友的钱一块还了，刘厂长忌惮齐天，只好把工资照发下去。齐天来萧家帮忙干活，萧艳秋感谢齐天帮忙要回工资，鼓励齐天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不要被以前的事束缚。精兵班归入战斗部队以后，战士们在叶国华严苛的训练下，很快具备了过硬的特战技能。一次次训练中，战士们经历了身心的考验，成为部队的一把把尖刀。童小梅顺利通过特招考核，她收拾行李准备出发。母亲得知此事，忍不住埋怨她一番。童小梅不想靠父母。叶芳来给童小梅送行，劝她不要为了萧春生放弃高考，更不要被爱情冲昏头脑。童小梅和萧春生已经说清楚了，她不全是为了萧春生，童小梅只想去更大的世界，实现自己的价值。童小梅向叶芳说出自己的肺腑之言，叶芳支持她的决定。父母在门外听到童小梅的一番话，也不再反对她去偏远的地方做军医。叶国华带着精兵班的战士们勤学苦练，很久没有进行射击训练，他的技术明显退步很多。萧春生鼓励他不要气馁。战士们私下议论叶国华的射击技术很差，萧春生听不下去，就警告他们不要在背后乱嚼舌根。孟金柱赌气掉头就走。叶国华让孟金柱给战士们示范一下射击，孟金柱坚决不干，还说了很多风凉话，让叶国华亲自示范一下。萧春生担心叶国华当众出丑，主动站出来要示范射击。孟金柱不服气，叶国华就示范了一下，打出了89环的好成绩。孟金柱顿时傻眼了。萧春生和贺红玲说起此事，贺红玲埋怨他做事欠考虑。萧春生也意识到他和叶国华的关系不一样了，
答应以后会好好考虑一下，以免落人口实，给叶国华的工作添麻烦。贺红玲提醒肖春生和叶国华拉开距离，不要让他的光芒盖过叶国华。肖春生陷入迷茫。